世界千变万化，新闻随时发生，一波为您追踪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5月3日星期二，欢迎走进一波热点。大温哥华4月房屋销售报告出炉。大温哥华房地产委员会表示，该地区的房屋销售在4月份下降，并恢复到历史同期水平。该委员会表示，该地区4月份的住宅销售总量为3232套，低于2021年4月的4908套和2022年3月的4344套。4月份的销售额比当月的10年销售平均水平高出 1.5%。过去2个月房屋销售回归更传统的步伐，为有希望的购房者提供了更多时间做出决策，获得融资并进行其他尽职调查，如房屋检查。4月份在大温哥华地区的多重挂牌服务 MLS 系统中，新上市出售的有6107套独立、联排和公寓物业，与2021年4月相比下降了 23.1%， 与2022年3月相比下降了 8.5%。大温哥华地区所有住宅物业的 MLS 房价指数综合基准价格为1374500加元，比2021年4月增长 18.9%， 与今年3月相比增长了 1%。你愿意花800加元请人排队办理护照吗？老移民都知道，加拿大除了税收高之外，人工成本高，政府办事效率通常较低。但因人口规模，一般办事很难见到排几小时的长队，更不要说出钱请人排队了。疫情已经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，奇葩来了，由于许多哥伦比亚省人在拥挤的加拿大服务局续签护照，一些排队服务已经开始以数百加元的价格提供服务。最近几天 ，Facebook、Craigslist 和 Kijiji 上出现了一些广告，承诺帮助可能需要办理护照的旅行者，以避免连续排队数小时。有些人提出可以在夜间协助办理护照者排队，这在一些繁忙的服务店点已成为必须，包括温哥华市中心和素里的加拿大服务办公室。如果你没有预约，想尽快拿到护照，你需要连夜排队。其中一则广告写道：“我会为你保留你在队伍中的位置，这样你就可以在早上8点30分出现，晚上安心睡觉。”这项服务的收费约为800加元，持续大约12小时，相当于每小时约67加元。这张海报是 UBC Sauder 商学院的一名学生张贴的。据报道，护照办公室排长队现象已经持续了数周，一些家庭越来越急于在临近的旅行计划之前，准备好他们必备的加拿大护照。网上提前预约可能意味着需等待1个多月。根据加拿大服务部网站的数据，截至周一下午，温哥华办事处至少有25个工作日没有开放。早在3月份，联邦政府就宣布了护照的简化续签程序，取消了以前的一些要求，包括对担保人的需求。在一份强调这些变化的新闻稿中承认，加拿大移民、难民和公民对护照的需求已经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。WHO 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第4剂疫苗有益。第4剂 COVID 疫苗已开始在更多国家推出，但人们仍然怀疑是否需要额外的加强针。由于对于接种第4针的分歧，专家们被撕裂了。世界卫生组织仍然对其持怀疑态度。第4剂旨在扩大 COVID 疫苗提供的保护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已经授权50岁及以上和免疫功能低下的人使用它。但许多人一直在想，第4剂疫苗是否也会向公众推出。尽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为50岁及以上的人接种第4剂疫苗，但它并没有发出在健康成年人中施打的信号，因为在出现新的 SARS-CoV-2 变体的情况下，缺乏更可靠的防疫策略。以色列上个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称，尽管第4剂辉瑞疫苗可以提供针对严重 COVID 的保护，但还不足以长期使用。研究小组发现，该疫苗至少可以预防6周的严重疾病，并防止感染至少4周。
由于没有明确证据表明第四剂疫苗的有效性，世界卫生组织一直犹豫是否要批准它。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 Soumya Swaminathan 说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额外的加强剂将是有益的。给每个人接种第四剂疫苗的想法，为每年进行加强注射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。白宫首席医疗顾问 Anthony Fauci 说，随着大流行的持续，人们可能需要每隔1-2年获得一次加强剂。阿拉巴马大学医学教授 Paul Goldford 表示同意，并认为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人们需要接种加强针几次。但就目前而言，最好的方法是每年都接种一次，以保持对 COVID 的保护。教皇说，北约在普京家门口吠叫，导致乌克兰战争。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以来，教皇弗朗西斯一直提出他想去基辅旅行，试图促成停火的想法。近3个月的战争中，他没有公开谴责普京，只是在接受采访中轻描淡写地说，我觉得在去基辅之前，我必须去莫斯科。他说，普京战争的真正阴影是北约在俄罗斯门口吠叫。他说，这导致克里姆林宫强烈反应，并引发冲突。教宗方济各重申了他在普通听众和其他采访中发表的评论，即战争只不过是武器贸易的巨大机会，并且由于武器不断穿梭于乌克兰，战争仍在继续。他曾2次通过电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交谈，但主要是敦促他不要反击。他还在入侵开始几天后前往俄罗斯驻罗马教廷大使馆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表示担忧。他说，很明显，武器正在那里进行测试。俄罗斯人现在知道坦克没什么用处，他们正在考虑其他事情。这就是发动战争的原因，测试生产的武器。很少有人与这种贸易做斗争，但应该做更多的事情。方几个转向阴谋论，因为他指责国际社会煽动战争。你不能认为一个自由国家可以对另一个自由国家发动战争。他说，在乌克兰，似乎是其他人制造了这场冲突。我很悲观，但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战争。教皇随后表示，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罗马进行国事访问时，他被告知，俄罗斯人有一个计划，一切都将在5月9日结束，但没有给出任何进一步的解释。5月9日是俄罗斯庆祝解放和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子。方几个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负责人基里尔宗主教进行了40分钟的通话。教皇说，我告诉他，我完全不明白这一点，弟兄，我们不是国家神职人员，我们不能使用政治的语言，而是耶稣的语言。我们是神同一位圣洁子民的牧师。他说，他希望访问莫斯科而不是乌克兰，但普京没有回应。首先，我必须去莫斯科，我必须先见见普京。但我也是一名牧师，我能做些什么呢？我尽我所能。如果普京愿意打开大门。谢谢各位的观看，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。如果对您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并订阅，下期不见不散哦。